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直以为白鹿长得很普通，看完她的红衣古装，是我错了。都说白鹿是内娱普女，但其实她的古装造型次次都能火出圈。不信看看最新放出的白月泛星路透，她的红衣古装一眼惊艳。怪不得网友都说，到底是谁在说白鹿长得普通啊？看完她的红衣古装才知道什么是天选古人，光看她的路透都能脑补出一部古偶小说。本期古装造型指南就来拆解白鹿最新的古装红衣造型，学会这些古偶造型设计思路，变美真的不要太容易。你也可以轻松化身古装女神。白鹿绝美红衣古装造型解析：古典配色，张力十足。近年的古偶造型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歪风邪气，配色越来越素，清一色的丧葬风穿搭，甚至让观众分不清主角是谁。纯白配色虽然简单高级，但也不能滥用。这套白鹿的红衣造型最抓眼的地方就是配色的设计。这种正红色的古装颜色非常正，它是中式传统五色中的赤色，饱和度适中，上身后既不会显得过分扎眼，也不太暗。更重要的是红衣黑发非常契合传统的中式审美意象，天然加成中式古典美女滤镜，既显肤白貌美，也很有氛围感。古装造型选择这种大面积的正红色，兼容度很高，不容易翻车。纱织衣料轻盈又灵动。古偶剧中的角色服饰设计，除了美观之外，还需要辅助塑造角色的性格和身份。而纱织衣料本身质感较为轻薄，上身后给人一种轻盈灵动的感觉，可以帮助塑造角色的清冷脱俗气质。并且纱织衣料带有一定的透明度，非常适合叠穿设计，上身的层次感很强。白鹿这套造型的动态表现要比静态更加耐看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也都变得更加灵动仙气。改良款古装，修身显气质。古偶虽然不是传统的历史剧，但它最大的特点也是具备传统的中式古典美，在造型的设计上较为包容，一般可以汲取传统的汉服元素，糅合现代审美，二次加工出符合角色身份的造型。白鹿的这套路透红衣古装，在版型的设计上注重腰身的修饰，腰线的提升收缩，让她的身材比例得到了二次修饰，观感上更显纤细高挑。除此之外，这套古装的细节设计也非常精致，衣领采用中式汉服的左领右刃，露出的肩颈线条提升了整套造型的呼吸感。大袖衫的设计也通过纱料做了二次叠搭，在动态下呈现出蝴蝶般的灵动感，搭配中式红妆，明艳又温柔。白鹿本身的长相就非常秀气，她的面部线条比较流畅柔和，但却不失五官的立体度，是比较典型的淡颜系美人。所以她非常适合较为含蓄温柔的中式红妆，这种妆容的妆感比较淡，彩妆也比较简单。修饰的重点是脸部轮廓的立体度和眉形，最终呈现出的效果既温柔又不乏力量，非常耐看。改良晚发，清冷又端庄。白鹿的这套造型还有一个设计亮点，就是发型比较简约耐看，头饰的搭配也简繁得当，不会一味追求配饰的华丽和亮感。简单的两个金钗搭配红色的飘带，立刻呈现出脱俗的灵动气质。并且改良了传统的晚发，在头顶的盘发处设计了环髻，不失古典气质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内娱越来越卷了，连白鹿这样的古装钉子户都能被归为普女，那顶级美女得有多美？总之，看完她的红衣古装，才知道美到头发丝是种什么样的体验。如果下辈子常这样，做梦都会笑醒吧。